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大合集。我攒了很久，是8月份打的一些普通场纯娱乐，我那会儿已经想到了。这里面说一下，因为那会儿后面的局几乎都是曹毛，当然有其他的一些武将都可以看到，但大部分是曹毛。为什么要选曹毛？当时因为当时曹毛刚出，而且那会儿曹丕还没被削弱的时候，我想看一看曹丕主攻的时候。我每次选曹毛，不管什么身份选曹毛，看看他是否会去送威我。结果答案就是，就是前面很多普通场的新手们，一开始不送威我，还有的甚至还要帮助你，给你补点牌什么的。后来全学乖了，被曹毛制裁了几次之后，主攻谋曹丕基本上全就见着曹毛送威了，也算是当时为了净化环境做的一些事情吧。今天大家也看到新片头，对吧？晚一些的话，说不定今天可能就不直播了。说一些题外话，当大家看看挺开心的一些话啊。看这一局是一把爽局，咱们做一个开门红，啪啪啪的一瞬间。不过现在的话，曹毛这种张春华的强度，针对于曹毛乱开大招。如果曹毛不开大招的话，张春华会很弱势。而且这把2号位还把曹毛打回来翻面，让我尽情开出来这个 AOE， 只需要一张牌就可以把全场的敌人全收掉。对吧？很刺激，但是 MVP 不是我的啊，毕竟人曹毛开大招，大部分情况是他的 MVP。这时候咱们可以看我当时做的实验，不管是忠臣反贼，看见主攻曹丕我就选曹毛，我看曹丕送威不送威，不送威我。很多曹丕之前就不送威，后来慢慢被曹毛秒了好几次之后全学乖了。之后在普通场我遇见的那个曹丕主攻，见着曹毛不管忠臣还是反贼直接送威，这就很不错了。大家也能看出来，这普通场酱面是比较素，你看甚至还要舔一下曹毛，这也是真的，我都服了。顺便点剧透一下，有些局不是我打的，你们自己去筛选一下不要光说话不说话这个来筛选了。有些曹毛像有些曹毛不是我打的是我把号借给别人把手机借给别人，让别人玩的，有的时候甚至于参谋给别人。如果单论的话，教书怎么说？单论师傅。我其实才算他的师傅，对吧？真的是算是师傅，这真的学的特别的，怎么说？特别像我，比大家可能更贴近于我。所以说看一看，也许是我打的曹毛，也许是别人打的曹毛。你们看出来，能分辨出来哪个是我打的曹毛和哪些是敌人我的一个朋友打的曹毛，你们分辨一下。之前我想做这个东西让大家看一看，可不是因为我不说话你能分辨出来啊。他有的时候是说话，但有的时候我也故意说话，明白吧？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说按我说不说话来分辨我是不是我打的。这时候说了半天之后，这时候应该已经结束了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曹毛我当时基本上浪费了很多角戏卡。在当时玩曹毛的时候，我莫名其妙就一直点曹毛嘛，也不点身份的，就一直点曹毛，打到了72的胜率，给我吓坏了。我说这随便打到72胜率高太丢人了。有些人不理解为啥胜率高丢人，胜率高就代表你点将了，或者说代表你用我强将，这对于主播来说是很丢人的一件事。正常的胜率，如果你要不点将正常玩的话，一般情况下在55到60之间，这就是非常不错的胜率。当然40以下40左右也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你不点将或者选些弱将的情况下。但是如果你胜率不正常，高的不正常，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还看胜率，对于我们来说看胜率觉得那么高的话，一看就能看出来有问题，是吧？这把的话，忠臣有个昔日才，对于当时那个谋曹丕，就当时那个谋曹丕没被削弱的，对于当时的谋曹丕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辅助。然后加上我一个 C 位，基本上结束了。不过这会儿你能看到曹丕很年轻，还不放逐我，对吧？还很单纯的不放逐我要不正常后面就能看到，直接看曹丕看就直接秒你，直接放逐你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基本上已经结束了，对吧？忠臣昔日才也不用抱怨他们打的如何，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的长度。其实我这个局视频是8倍速，也就是正常来说的话，我以前视频都是4倍速，正常来说的话，相当于40分钟视频，让大家量大管饱看一看。不用讲特别像我现在跟你们扯半天的没用的话，对吧？扯轱辘话聊聊天就是，不用给大家讲其中有什么失误，因为普通场没必要，就是单纯看看戏就行了，大家就纯娱乐就可以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对吧？ MVP 我的，毕竟我开大招了吧。而且刚刚那局你可以注意一下，我曹毛在什么时候开大招啊？比较公式化，都是比较公式化的。我是暴露出来这一局了。反正你就猜哪些是我打的，你猜吧。反正他妈的不能多说，多说让你们猜不到了。你们就说那第几局曹毛是我打，第几局曹毛不像是我打的，在评论的时候告诉我，看你们对我的了解有多深。
别忘了那个人我教的非常认真，甚至比教你们还认真，因为毕竟他在我旁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可能更像我，所以你看你能分辨出来不？行了，开局打的没问题，主公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打时常式谋曹丕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看依旧不送威我都不理解，就曹髦就在那个年代真的在普通场真的是不送威的呀。这个时候注意这个借刀不是失误啊，这里面这个借刀的话，他是想让这个借刀是想让他打自己，打到自己一滴血，没想到普通场还知道用寒冰我可能太小瞧普通场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的话，马军直接给了一大套牌，这要出问题了。咱们开局没有打出来输出，至少我们连放逐都没打出来，因为没有刷出来 AOE。但凡打出来放逐就可以锁曹丕了，没锁住曹丕的话，除了乐不思蜀，没有救我们没有任何人能救我们，知道吧？这已经结束了。刚才你们看见那俩字念啥？盐什么玩意儿，对吧？给了我个他限定技，这距离加的贼满。但是对于谋曹丕来说，加不加距离影响真不大。所以说现在能不能赢，只取决于后面看看有没有人能勒住曹丕。只要勒住曹丕的话，这把就结束了。因为这把的话，我已经达到可以开绝境的可能性了。开完绝境之后9杀锁下技能，基本上后面人补刀就能打死。即使我们现在是劣势，但是现在很大的劣势，只能运气不错，有个乐不思蜀，还没添过，行了，结束了。这个时候就结束了。咱们这个时候直接先开大招，不用砸牌，先开大招，他一定没闪的。开完大招之后，顺到了 AK， 然后这个时候直接9杀，游戏结束。对于大家来说，曹髦这个武将是非常简单和公式化的，你们也能看到。其实我不愿意讲太多，而且我每次主攻都玩曹髦，其实不需要讲。包括我昨天直播的时候，在至尊场打曹髦，给你们看看内奸啥的，对不对？昨天内奸也打出来了。只是我觉得这个武将其实很简单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打，他就非常公式。尤其当主攻曹髦就是个死记硬背的公式，对吧？打威胁大的，秒威胁大的，对吧？然后锁另外一个人，开局这样的。看这局就是这个曹丕肯定是被之前的曹髦制裁，也可能是遇见我了，因为我毕竟一宿一宿的打嘛，有的时候遇见我了，直接就送给我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开了个 AOE， 普通场的酱面就这样，那也没办法。我说过在当时那个谋曹丕没被削弱的年代，你反贼选弱将基本就结束了。像这局基本打不了，我都不知道这局怎么赢，真的我都不知道这局怎么赢，我还被送威了。剩下的你像赵云呀、关羽呀、徐庶呀、远魏黄忠呀，基本上是打不了曹丕的，即使曹丕攻城了。所以说咱们看看这把的运气如何吧。这把因为咱们已经被送威了，纯属占坑了，就没什么必要蹲着茅坑了，属于。这个时候神关羽还要去打一个祢衡，这把唯一的希望就是看祢衡能不能把他秒了。结果祢衡先没有去打主攻，直接先打了个黄忠忠臣。那也就是说下回合曹丕直接把那个祢衡锁下技能结束了呀。我当时觉得已经没什么机会了呀。这个时候啊，曹丕直接杀了一下西日才下子一张手牌，对吧？非要打个卖血将，他可能没距离吧。那会儿谋曹丕过牌就过牌质量比较差，从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，而且连闪都没有。那这个时候又给了我们机会，也就是祢衡只要不被勒的话，如果因为有神关羽嘛，神关羽用方片桃才能去救曹丕，也就是说如果祢衡用这个丈八能打出来丈八狂舞的话，游戏就能赢，对吧？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有机会的。这一局的话直接他扔我蛋，那我不知道他可能认为我是忠臣跳反吧，对于我来说他可能认为我是忠臣跳反，所以给我扔蛋，我也不清楚。继续看下一局，依旧是一个反贼的曹髦。对于大家来说，曹髦这样的武将其实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就单论爆发啊，就是如果他达到100的情况，单论爆发应该在三国杀当中就算文鸯也不能比他，能明白了？文鸯的爆发是属于有 AK 或者是走残血，但曹髦爆发是一定带一个9杀，他的斩杀线是3血。我一直就说曹髦的斩杀线是3血，只要他有足够的手牌，开局砸你一滴血，然后一个9杀，这就是3血的斩杀线。尤其开完大招之后，所以说曹髦的爆发太可怕了，而且是让你没桃救那种可能性。这个时候咱们刷了个 AOE， 基本你看见我玩曹髦所谓的你们看这些所谓爽局都是在刷 AOE， 浪费了我超多的脚气卡。运气不错，还过到了一张固定刀，直接开大招，直接让主公再见，对吧？这就是非常快的一局。谁让主公要不封你的，对不对？这明明看见不用那个，当时那个曹丕是能放逐的，直接不是那叫什么来送威的，直接送威你就可以了。我是不是之前都说错了？应该叫送威啊。那会儿曹丕应该是8月份还没被削，挺开心的。可是现在的曹丕已经被削过了，但是呢，削弱过了，我这里面说一下，依旧能玩。
所以说你们现在有些人，甚至于有些人还没换曹丕，就是在纠结我到底要51宝族，还是说要那个皮肤加老曹丕。我个人觉得曹丕还是可以玩的，即使被削弱。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，我过几天也给你们放过那些谋曹丕的视频，只是当主攻的话没有现在曹髦强势。然后这一局的话是个内奸曹髦啊，普通场内奸好那个啥，人家针对你的比较少一些。你看主攻选的普通场那会儿也不合格啊，对不对？一个神周瑜主攻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！神赵云在你旁边，你穿一个藤甲；诸葛亮在你旁边穿一个藤甲，我和我的小伙伴惊呆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只要保住这个 AOE 和铁索连环的杀，基本上只要打出 AOE 铁索连环9杀，至少能杀2个人。在后卫的时候看见残血，至少能杀2个残血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文鸯直接是个魏国文鸯。我以前就说过，每次见到哪儿咱们讲到哪儿。魏国文鸯这个问题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人遇见会玩的话，你魏国文鸯真的不如吴国文鸯，差太多了。魏国文鸯只需要无懈就可以彻底封死。就像这一局要神赵云是敌人的话，直接一个无懈，你怎么打死人？什么武将开局掉自己2滴血，造不出来任何一点伤害，对吧？魏国文鸯就是这样的。但吴国文鸯只要过到 AK 的话，或者抢到有些人乱上的 AK， 说不定就能清场，对吧？这也是我昨天给大家放过的一局。这时候开2个 AOE 运气不错啊，这时候连环一下，开个大招赌一下赵云，那个不是梅花吧？赌一下那个谁那个赵云应该不是梅花，一定不是，我锁他技能了。就怕那诸葛亮之前他们试出来他已经没有杀了，所以不是看破杀，所以没有任何用，这就全打掉了。打掉之后的话，我以前就说过，曹髦最怕的是加1和盾啊，对吧？曹髦一到慢节奏的时候最怕就是加1和盾，现在尤其血留不下牌，就是开完大招的时候。当时我看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周瑜当时是我都已经跳到周瑜脸上了，周瑜还要去打刘赞，控制可以，但是曹髦是必须要死的。然后刘赞这里面有点不服，直接自尽了，说我不想让你赢，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对吧？我让你救。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看谁运气好了，对吧？拆了我盾，每回合过牌，只要他没有第2刀，我就能有机会赢。有第2刀的话也没办法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他也留不下牌，一直也没血，留不下牌，不能砸我一下，对吧？他也不能崩血，一崩血自己先死，就很烦。那周瑜的话，咱们在等机会，他在断杀，只要断杀，游戏结束，砸死。这一局内奸也就赢得非常快乐，毕竟这整局都是咱们打出来，对不对？咱们应该赢的，对吧？咱们内奸应该赢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我这个时候录屏的时候，这也说一下，录屏时候懵了。这一局其实以前放过，这一局有兴趣去翻一翻，就是我的忠臣跳反，然后内奸也跳反，就这局，这是那会儿。然后呢，反贼一个徐盛，反贼有个徐盛特别搞笑，急了。我说我一个人打你们3个就够了，你们去搜那期视频应该有。这局好像也放过吧，就是前不久咱们放那个所谓的曹髦有一局特别搞笑的，和吴国泰所谓永动机那个，对吧？说是爬泰山那个，有印象没？如果看过的话就有印象。还有这一局的话是正常的，后面随便2局随便放了，因为我不想把这个存稿再放着，留着它个没用，毕竟是普通场，按照正常来说都不合格的普通场，就是随娱乐，纯属娱乐。毕竟过年的时候可以放出来，咱们不做教学了嘛。这个时候在过年的时候再教学的话就没什么意思，咱们讲一讲有讲的就可以了。这一局的话，其实这一局快告诉你这不是我打的，这局主要太明显了，你知道不？有人说为什么不是你打的，你能这样承认，这没什么可猜的，去看吧，你看就知道了。你们猜为啥我这必须要承认啊？这个时候本来袁绍射箭游戏结束的，有个司马符不射，可能刚玩，因为那会儿司马符刚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说了一句袁绍是啥？袁绍会玩什么就清场了，对吧？这是，所以说你们应该知道为啥我要承认这局不是我玩的吧？哎，我还是话真多，一看就不知道技能，对吧？一看就不知道技能。我等一下，我看他说的啥话，我还真没看过这局，咱们认真看一下。天宫的什么天宫里面的？他们这怎么聊上了呀？这给我看的什么？聊上了怎么？饭都吃不起了，那饭都吃不起啊，还玩三国杀呀？不过这一局的话，袁绍还有机会啊。不过我的桃也挺多。不过这局有一个神曹操，我给他刷桃全拿走了。不过这把看见我这些真桃没？代表排队的真桃不多，明白吗？我刷的真桃是代表排队真桃不多。然后待会儿看30排的袁绍，看来这个知道啊，看来这个人知道啊。咱们看一下袁绍直接射箭，你只是拿牌，人家用牌堆，挺会说话。我没桃子，还嘴个牌。这个时候的话，神曹操要拿走我的桃很伤啊。不过这把运气还不错，2个真桃没拿到，你这神曹操一个运气没得说啊。
然后不给我加伤。你看普通场司马符都能控制住自己，知道不给卖血将加伤，对吧？真桃用的还是太多了，这是神曹操一直没拿到我的真桃，这是纯运气，这就是狗运啊，狗运真的是狗运，什么运气？你看这什么运气？包括他有失误的，刚才就应该吃真桃，留那个什么，留那个假的红桃，这失误的有人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了。你看像现在对，就这个，他不吃真桃，吃一个那个普通红沙，这是有问题的。明白？因为神曹操只万一活下来，真有拿走这个真桃要出事的。如果没活下来，拿走你的假红沙还可以接受，明白吧？这时候的话，基本上全射完了。要司马符晚点死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把袁绍清场的概率更高一些。你看这什么运气？桃过完桃的，这我好嫉妒啊！这是我的号，问题是为啥我玩的时候就没这个运气？我就你看还不吃真桃，我不知道他留个真桃干啥，我。这为啥不留真桃呢？这无懈一下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袁绍清了半天场，一直留桃留到最后，这什么运气，对不对？又过到真桃，这纯仙术吧？这纯仙术，对吧？你看还不吃真桃，这是没问题啊！把桃直接救了一些主公，然后给主公又无懈一下，真的是运气倒好，就红桃复红桃，红桃不断的。这把我应该单拎出来做个仙术，托管的主公直接盲给了，这就没办法，咱们救一下主公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拆一下袁绍，来个9方方片，直接把袁绍打残。也就是咱们的局了，这一局非常快乐，对吧？非常快乐，相当快乐，2刀明剑，游戏结束。对于大家来说的话，这一局挺可惜的，袁绍本来能清场，不过神赵云的仙术咱们也不多说，对吧？咱们看一下这局是神周瑜，你们应该见着我很少玩神周瑜吧？神周瑜的话比较喜欢打爆发，而且找着机会的爆发，就是场上有残血找着机会的爆发。这是多少年前打的我也不记得了，说不定不是我打的呢，对不对？咱们看看这一局依旧是毛曹丕，那个年代普通场几乎都是毛曹丕，所以很多他们说削弱毛曹丕就是因为他胜率太高了。毛曹丕试了一下司马符，没试出来身份，对吧？司马符不给事，那明显就是反贼了，结果还不愿意去封司马符，非要打一个徐盛，可能更怕徐盛吧，毕竟没刷+1。这个时候的话，神周瑜该怎么打？神周瑜是个反贼，你的目标只有主攻，因为当时谋曹丕只有速推这一条路，没有其他更好路。但要不乐不思蜀不让动，控制住他，要不只有速推，所以说就不用在乎这个。结果这司马符直接少掉一滴血，多送一道牌，这谁受得了？先把一个文鸯打掉，看看能不能，毕竟远位文鸯吧，毕竟有威胁都要使，对吧？这个时候的话，咱们拼输一下决斗，他给我加伤过了张牌，结果文鸯过了那么多牌，结果却没有那个回血的装备。这个时候神周瑜只打了3滴血，但是主攻6张牌啊，怎么打呀？看看祈祷主攻没有足够的逃吧。这时候司马符还在很震惊，对吧？司马符在这个时候应该给我，怎么说加伤就加伤吧，也是运气好吧，只能说运气好这一局。Thank you.